公元前202年，洛阳南宫大汉立国了。对于54岁的刘邦而言，这是帝国的清晨，是那首大风歌最激昂的序曲。阳光洒在新建的宫殿琉璃上，折射出权力的金光。那个曾经在沛县街头蹭酒喝的流氓泗水亭长，如今端坐在龙椅之上，目光所及皆是臣服。但对于张良而言，这是剧中的黄昏。10年前，他在博浪沙挥出的那一记铁锥，震碎了旧时代的暴秦。在鸿门宴上，他用一块白璧和无比的机变，从死神手中抢回了刘邦的命，亲手将这个男人捧上了皇位。他是这场大戏的总导演，但如今灯光亮起，大幕落下，导演突然发现舞台中央的主角不再需要剧本，更不再需要智囊。刘邦的眼神变了，那不再是当年在汉中时求贤若渴的眼神，而是一头刚刚确立了领地，对所有靠近者都龇牙咧嘴的猛兽。在这个新生的帝国里，智慧不再是第一生产力，顺从才是。张良敏锐地嗅到了空气中血腥味的前奏，战争结束了，但另一种更残酷的战争开始了。在战场上，敌人是项羽；在朝堂上，敌人是曾经并肩作战的兄弟。清洗是从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人物开始的。洛阳南宫的刑场上跪着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人，丁公。丁公是谁？他是项羽的旧将，更是刘邦的救命恩人。时光回溯到彭城之战，那是刘邦一生中最狼狈的时刻。56万联军被项羽的3万铁骑冲得七零八落，刘邦像丧家之犬般在荒野中逃窜。丁公率兵紧追不舍，短兵相接之际，刘邦被逼入绝境，回头哀求道：“两贤岂相恶哉？”丁公心软了，看着眼前这个狼狈的汉王，他动了恻隐之心，勒马回兵，放了刘邦一条生路。如今项羽已死，大汉已立，丁公满怀希望地谒见刘邦。在他朴素的军人逻辑里，自己对皇帝有活命之恩，他以为这是天大的恩情，特来讨封，哪怕不做万户侯，起码也能保一生富贵。但他错了。刘邦看着阶下的丁公，眼中没有感激，只有杀意。他下令将丁公游街示众，并对着所有将领宣告了那个著名的判词：丁公为项王臣不忠，使项王失天下者，此人也。项羽之所以丢了天下，就是因为有你这种吃里扒外的叛徒。紧接着刀光闪过，遂斩丁公，曰：使后世为人臣者无效丁公。杀了丁公是为了告诉后世为人臣子者不要效仿他。张良站在远处看着这一幕，心中一片雪亮。刘邦杀丁公不是因为仇恨，而是为了立规矩。这是一个关于合法性的新规矩。在争夺天下时，背叛项羽投靠刘邦，那叫弃暗投明，是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但一旦天下坐定，刘邦成了唯一的皇帝，那么忠臣就是绝对的底线。如果刘邦赏赐了丁公，就等于向天下人承认，为了私人的利益可以背叛君主。这种风气一旦在新朝蔓延，刘邦皇位何安？为了皇权的绝对纯洁，救命恩人必须死。丁公的血是刘邦用来洗刷叛徒得利这一逻辑的燃料。丁公血未干，恐惧已在洛阳城中蔓延。这种恐惧不是来自外部，而是来自内部的猜忌。一日，张良陪同刘邦在复道上散步，刘邦居高临下，透过木窗看见沙地上一群将领正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。他们没有在操练，也没有在饮酒，他们交头接耳，时而挥舞手臂，时而压低声音，眼神时不时飘向高耸的皇宫。刘邦停下脚步，此何语？问身后的张良：他们在说什么？陛下不知乎？此谋反耳。张良只看了一眼，便淡淡地吐出2个字：谋反。天下已定，何故而反？刘邦大惊失色，天下已经定了，他们为什么还要造反？在刘邦看来，战争已经结束了，大家分毛裂土，共享荣华富贵，造反完全不符合逻辑。张良转过身：陛下岂不依此赎取天下？今陛下为天子，而所封皆萧曹故人所亲爱，而所诛者皆生平所仇怨。陛下您起于不依，靠这些人夺得天下。现在您做了天子，封赏的全是萧何、曹参这些老亲骨，杀掉的全是丁公这种有旧仇或者虽然有恩但让您不快的人。今君立济公，以天下不足便封，此属为陛下不能尽封，恐又见疑过失及诛，故即相聚谋反耳。这一句一针见血。现在的局势是，将领们人人都在算账，他们身负军功，手里有兵，但也都有过错。他们看着丁公的下场，心里在想，既然连救过皇帝命的丁公都因为旧事被杀了，我们这些在战场上得罪过陛下或者没有那么亲近的人，岂不是更危险？陛下，他们不是想造反，他们是怕死。这是一种囚徒困境引发的恐惧链，如果不切断这个恐惧的链条，大汉帝国随时可能在顷刻间分崩离析。刘邦听懂了，他慌乱地问计
觊觎张良，为之奈何？张良平静地反问了一句：上平生所赠，群臣所共之，谁最甚者？陛下平生最恨谁？而且是恨到群臣都知道的那种。庸至于我故，数窘辱我，我欲杀之，唯其功多，故不忍。刘邦几乎没有思考，脱口而出：庸至，此人多次背叛我，羞辱我，我早想杀了他，只是因为他有战功才忍到现在。张良点了点头，给出了那个建议。今即先封庸至已是群臣，群臣见庸至封，人人自坚矣。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立刻封庸至为侯，只要群臣看到连庸至都被封赏了，大家的心自然就安稳了。这是一招绝妙的逆向心理战。刘邦虽然流氓气重，但政治悟性极高，他立刻明白了其中的关节。当晚，刘邦在宫中置酒，大宴群臣。宴会上，刘邦当众宣布封庸至为十方侯，并催促丞相办理订封的诏书。那个曾经背叛刘邦，此刻正瑟瑟发抖，准备迎接死亡的庸至，目瞪口呆地接过了印信。而底下的诸将在短暂的错愕后，爆发出一阵狂喜的欢呼。群臣罢酒，皆喜曰：庸至上为侯，我属无患矣。连庸至都被封侯了，我们还有什么可担心呢？紧张的空气瞬间消散，危机消弭于无形。恩人杀了，是为了立威，告诉天下人皇权不可侵犯；仇人赏了，是为了安抚，告诉功臣们利益可以共享。张良用这两个极端的案例，帮刘邦完成了从军阀头子到帝国皇帝的心理建设。危机解除了，刘邦对张良的感激无以复加。在论功行赏的大会上，刘邦让张良在齐国最富庶的地区自择3万户作为封地。3万户，萧何、曹参这些沛县老兄弟也不过几千户。然而张良拒绝了，他看着那些在殿上拔剑击筑争功的将军，眼中流露出一丝悲悯。他深知自己作为帝者师，智谋太深，一个能看穿皇帝心思的人，如果不自我阉割，就是枕边最大的威胁。臣启下邳，于上会刘，此天已陈授陛下，陛下用臣计，幸而时中，臣愿封刘足矣，不敢当3万户。臣起义于下邳，与陛下相会于刘，这是天意。我只想封个小小的刘侯，不敢当3万户。愿弃人间事，欲从赤松子游耳。他要修道去了。张良开始辟谷，闭门不出。他主动切断了与权力的联系，把自己变成了废人。这不仅仅是谦虚，这是生存的最高智慧。当韩信还在嫌官小，彭越还在做王梦时，张良已看透了终局。在新朝廷里，只有没用的人绝对安全。事实证明，他赢了，因为没过多久，那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萧何就验证了这套残酷的算法。萧何既走不掉，也不能死，他勤政爱民，甚至毁家纾难，资助军队。他以为这是忠诚，但在刘邦眼里，这是收买人心。有人警告萧何，君灭族不久矣，你离满门抄斩不远了。百姓只知丞相，不知皇帝，就是死罪。萧何听懂了，为了活命，这位严谨的丞相只能见强奢以自污。他开始强买民田，欠钱不还，把自己搞得声名狼藉。结果上大月，刘邦听到百姓骂萧何，反而高兴地笑出了声，因为一个贪财自私被骂的丞相是没有威胁的。张良生于证明自己没用，萧何活于证明自己脏，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读懂这套逻辑。几年后，悲剧如期上演，韩信被吕后诱杀于长乐宫中时，这位兵仙一直试图用功劳证明自己有资格与皇权博弈，直到临死前，他才留下一句绝望的感叹：无悔不用蒯通之计，乃为儿女子所诈，岂非天灾？随后，彭越被剁成肉酱，传世诸侯；英布被迫造反，兵败被杀。汉初3杰，结局迥异。张良站在历史的深处，看着故人的结局。当年的丁公只是开胃菜，庸至不过是麻醉剂。真正的清洗从来没有停止过，因为那个永恒的道理始终悬在头顶。猛兽已死，猎犬若不学会温顺，甚至若不学会装病、装死、自污，那么它的下场注定是主人的盘中餐。在这场权力的游戏中，只有懂得何时放下棋子的人，才是唯一的赢家。